遇到手无寸铁的百姓，将枪口抬高1寸。这句劝人向善的话，最早是从一则德国对士兵的审判的消息中听说的，而且还明确指出是一位叫西奥多·塞德的法官说的。最近又不时看到大家推送转发这个帖子，想多了解一下，结果发现法官并没有说这句名言，而且这还不止我个人的结论，知乎上也有人做过考证，还有学者就这个事在德国专门问过前柏林市总检察长和前高级检察官，都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抬高1寸枪口最正宗的来源是电影《渡江侦察记》。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1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如何将这句台词让塞德法官说出来，实在是难以搞清楚了。不过，在了解了西奥多·塞德法官的审判过程，我们可以对善恶、服从、责任这些概念有更深的体会。事情起源于这个20岁的小伙子克里斯·格弗罗伊。格弗罗伊自幼参加东德的体校，毕业后因为不愿意参军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随之破灭的是做演员和飞行员的梦想。1985年，17岁的格弗罗伊开始在餐馆做招待。餐饮业的腐败和沉闷的日子让年轻人更向往柏林墙那边的自由。1989年，20岁的格弗罗伊得知不久自己将会被强制入伍，他开始和朋友克里斯蒂安克商量翻越柏林墙的逃亡计划。他们都听说了边境已经取消射杀逃亡者的命令。另外，那一年2月早些时候，瑞士总理将访问东德，这样东德政府不希望有打破和平的事情发生。很不幸，他们知道消息都不全面，开枪的命令并没有撤销。2个年轻人行动时，瑞士总理也结束了访问。2月5日，两人告诉家人去布拉格旅游，晚上9点偷偷潜伏到边境附近一处叫和谐小花园的地方。他们躲在工具房中，前面是一条运河，运河的中线就是分界线。经过观察后，11点半趁天黑摸到运河的防御工事下。两人都曾是运动员，也准备了工具，很快翻越了高3米的第一道围墙。进入封锁地带后，不幸触碰了警报，值班的士兵开始射击，两人相互搀扶争取逃脱。在翻越最后一道3米高的铁丝网护栏时，士兵在40米外继续射击，2个年轻人都被子弹打中。士兵继续开枪，最终造成了格弗罗伊当场遇难。克里斯蒂安克受伤后被羁押，后来西德政府出钱将他接到西德。第2天，东德当局以悲剧事故为由，通知了格弗罗伊的母亲卡琳他儿子死亡的消息。格弗罗伊也是柏林墙推倒前最后一位被射杀致死的遇难者。据统计，在柏林墙建起的28年中，曾有10万东德人试图偷越柏林墙到西柏林。我会做一期论述柏林墙，讲讲这些逃亡者的各种办法。其中有600多位逃亡者在穿越柏林墙中丧生，被射杀致死的有近140人。悲剧发生仅仅9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卡琳千方百计寻找儿子格弗罗伊死亡的信息。1990年1月，他向东德总检察长提出对不知名人士的指控。两德统一后，柏林检察官在公众极大关注下立案。4名前东德边防军因枪杀格弗罗伊而受审。法庭审理的难度很大。首先，人们普遍认为执行命令的士兵只是小人物，下命令的人才应该被审判。而此时，东德的前领导人昂纳克正躲在莫斯科治病。其次，法庭的依据应该是过去东德的法律还是统一后的法律。被告的律师提出，当时东德人民没有自由离开国家的权利，开枪制止是完全合法的。再有此案一审，是否意味着对以往所有射杀的士兵都要追责？至今，在法理上，这次审判的很多问题还在讨论。1992年1月，经过4个多月的审理，柏林地区法院作出判决，射杀致死格弗罗伊的27岁士兵英格·海len里希被判3年半监禁，其他3人中有人被判缓刑，因为他的子弹打偏了。另外2人向地面或天空开枪，以示警告，被判无罪。
而海因里希在距格佛罗伊37米的地方蹲下精准瞄准射击，在法庭看来就属蓄意谋杀了。此案的法官赛德出身东德，他的一个兄弟还因企图逃亡被抓坐牢。在查到的资料中，赛德的确没有说过枪口抬高1寸这句话。赛德承认向逃亡者开枪责任链很长，士兵只是末端，但在审判中，法庭借鉴了纽伦堡法庭审判二战纳粹的原则，那些执行了非法命令的人也要对后果负责，主要理由是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开枪射杀的理由仅仅是试图阻止一个人前往国外，就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赛德对媒体说，有一个任何法律都不能侵犯的核心正义领域，这个领域里就有纽伦堡法律确立的个人不能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即使是被命令和得到法律认可。赛德说，在20世纪末，没有人有权利不顾良心而代表权力机构去杀人。赛德还提出，不是所有合法的都是正义和正确的。从德国的历史教训中，每个人都要用他的良心拒绝服从非道德的命令。法律上对逃亡者格杀勿论的规定是不应该被遵守的。很可惜，在网上和数据库中，我没有找到赛德法官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判决后，被告继续上诉，再次开庭庭审中，法庭依据旧时的东德法律条款，东德早在1974年就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包括了公民有自由移居国外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对穿越柏林墙的人随意射杀，属于违反条约的行为。不过，法庭这次将海因里希的监禁时间减为2年。比起逝者，海因里希毕竟活着。2003年，当地人将格佛罗伊逃亡的一条小路命名为格佛罗伊小路，以示纪念。其实，从柏林墙开建的第一天到垮掉的最后一天，都有凭良心做事的军人。这张照片摄于1961年8月13日，当时东德开始拉铁丝网建墙，有位父亲带孩子到西柏林看亲戚，孩子的母亲和其他家人还在东柏林。父亲觉得孩子和母亲待在一起比较好，就让孩子走到铁丝网前，让士兵放自己过去。于是有了这张士兵违反命令，一边惶恐警惕望着四周，一边在铁丝网栏杆上腾出个洞，让孩子回到东柏林。照片下面的文字说，这位士兵后来被发现，被解职遣返。很可惜，至今大家还不知道这位善良小伙子的名字。柏林墙的终结也是一位有良心的普通士兵的过错。幸运的是，终结柏林墙的这位普通士兵被人们永远记住了，他就是哈拉尔德·雅各中校。雅各当时是伯恩霍姆大街哨所的副所长。1989年11月9日晚上，雅各正在值班室吃三明治，电视上突然传来德国领导人君特·沙伯夫斯基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宣布将进行一系列放宽旅行限制的改革。当记者问新规定什么时候开始生效时，沙伯夫斯基停顿了一下，皱着眉头研究了一下桌上的笔记，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据我所知，生效的是在现在马上。雅各听到这句话，差点被三明治噎住。他意识到边境很快就会挤满人，立即打电话向上级请示。上级的命令是规定没有变，需要持批准的证件才可以通过。可是哨所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高呼开门放人，开门放人。雅各继续不断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可以让一些激进的人先过关，但是要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上章，并告诉他们不能再返回东柏林。结果人们更是踊跃，哨所外聚集了上万人。最终在晚上11点半左右，雅各意识到他能做一件事，尽管是违反命令的，但还是高兴地做出了改变历史的决定，打开哨所门，让人们自由出入。由此，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产生了连锁效应，柏林墙下面所有的边境都解封开放。事后，雅各打电话向上级报告，说我们打开了门让人们过去，因为关不住他们。没想到他的上级用并不是军人的口吻说了句：“孩子，你做得很好。”当时西德总理科尔正在赶赴一场晚宴的路上，他的顾问打电话告诉他东德边境全面开放了，他还以为是在开玩笑，说他的这位顾问想象力太丰富了。据估计，
当年从雅各哨所通过的只有2万人，人们争相拥抱亲吻边防战士们，还送来酒庆祝。多年后，雅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打开大门的并不是我，是人民自己。历史学家也说，大门迟早会被打开，大势所趋。不过雅各的决定让变革没有流一滴血。从建墙时的这个瞬间，到柏林墙倒下，群众整夜的欣喜狂欢，这2位普通的士兵，让我们在冷冰冰的柏林墙下，看到善良选择带来的伟大和感动。